嗨，我是阿宪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短暂的在北方巴黎停留3日之后，我持续往南前进。这是波罗的海三小国系列的最终回。交通方式呢，一样是使用最经济实惠的跨国巴士。那就跟着我的脚步前往立陶宛吧。今天我将带大家前往一个令人惊艳的地方——十字架山。从里加搭往维尔纽斯的路上，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奥斯莱的城镇。2019到十字架山的巴士非常久，建议搭乘计程车的方式可以节省许多时间。你像我一样随身拖着行李的话，斯奥莱的巴士站有提供行李寄放的服务，带回头再一并取回即可。我们现在就是要从这边走进去，那进来圣十字架山是不用任何费用的，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。十字架山的历史来源已经不可考究，大概跟立陶宛这个国家悲惨的命运有关吧。西元1795年的时候，第3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后，联邦构成国、立陶宛大公国以及部分波兰被并入俄罗斯帝国。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1831年和1863年2次反抗俄国的起义都未能成功，而这2次起义与十字架山的起源有关。由于家人无法找到造反者尸体的位置，他们开始安放象征性的十字架。到了191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，东欧原有由战时德意志帝国领导控制的政治结构上土崩瓦解，立陶宛从德国的手上宣布独立。十字架山成为立陶宛人为和平、为国家、为立陶宛独立战争时期失去亲人祈祷的地方。1944年到1990年期间，这个地点又获得了一项特殊的意义。1944年二战时，占领立陶宛的纳粹德国被苏联击败，苏军重新占领立陶宛之后，立陶宛人便持续不断地来到十字架山，留下十字架，用以证明他们仍忠于原来的身份、宗教信仰和传统，作为和平抵抗的象征。尽管苏联政府持续尝试移走新的十字架，并至少3次威吓用堆土机破坏整个地方，甚至有传言说，当局计划在整个附近的河上流建一座水坝，这样十字架山就被淹没在水底。每个十字架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鼻酸的故事。如果有来立陶宛的话，一定要前来朝圣一下哦。逛完了十字架山后，我们搭乘计程车返回斯奥莱。这是我们尝试搭乘不一样的交通工具——火车，前往立陶宛唯一的海港克莱佩达走走。火车的速度不快，坐到克莱佩达大约2个半小时。依照国际惯例，简易的开箱房间之后，便到附近的餐厅吃饭。由于到克莱佩达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街上剩这间披萨店还开着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就走喽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建筑物刚开始比较有苏联时期的味道，但是走到海边，房子的颜色就渐渐的鲜艳起来了。看着部落客提供的抓宝地图，我也在这个海港都市悠闲地玩起了大地游戏了。部落客形容的真的很贴切，吃可爱长大的都市。除了这些，还能去沙岸体验一下海风吹拂的感觉。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烦躁，静静地感受这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
可惜待的时间只有1晚而已。下午我们就搭公车到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了，希望有机会还要来这个可爱的都市走走。克莱佩达到维尔纽斯的车程大约4个小时，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完全不同风格的城市，有别于赫尔辛基、塔林和里加，这里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停留在上个世纪一样。稍微看了一下维尔纽斯的夜景，便赶紧睡觉，因为明天一大早要去水中城堡特拉凯堡。放肆的东西，它这里有那个 timetable 时刻表。上网稍微了解了一下特拉凯城堡的历史，它是一座位于立陶宛特拉凯湖中岛上的一座城堡。这座石头结构的城堡是14世纪克斯图提斯公爵兴建的。我们要感谢那些为爱藏着秘密的人，让我现在有逛不完的城堡。其实每座城堡大同小异，室内就是一些馆藏的东西。但身为一位游客，总是要把花出去的钱赚回来才划算。整个逛完大概要花上大半天。其实冬天白雪覆盖城堡的感觉也别有一番滋味，对吧？中午在特拉凯城堡旁的餐厅吃完饭后，下午坐了半小时的公车回到旧城区。我们从北边开始逛起，这里要提供一下维尔纽斯的散册地图给各位。这里要讲一下奇迹地砖的故事。传说你只要站在奇迹地砖的中间，许个愿望，然后360度转一圈，精准的站在原地，愿望就会成真。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故事而已，而真正让人动容的是独立的故事。1989年，位在波罗的海周围的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个小国，为了争取脱离苏联而独立，共同发起串联600万人向全世界发声的行动，以这个奇迹地砖为起点，一路向北绵延650公里，一直到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。而2年过后，波罗的海3小国在1991以全部不流血的方式和平独立成功。这是最高的地方，那去看一下老城区。今天看似跑了许多地方，实际上我们都用当地的 boat 进行移动。除了爬上山上是靠自己以外，因为价格真的蛮实惠的，大概5欧元就能从最远的里面门到旧城区了。看完了安妮教堂后，我们便搭车回旅店休息了。明天一早要继续逛其他的景点。其他门都已经GG了，走吧。今天一早，我们由最远的黎明门开始逛起。途中，我也入境随俗的跟着当地人脚步，玩了一下电动滑板车。
其实是有撇步的，要稍微往前滑一下才能开始吹油门。会动了呢！我动了。10点多而已，11点才开，我们等等逛完有时间来吃霸王，一颗就好了啦。下午我们逛了一下对岸共和国，大概有